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三角形标记，让我感到惊讶，连忙将其划掉。第二天，标记再次出现，依然是一个歪着的三角形。我曾听说过这个标记，据说代表这户是独居女性。我住在楼栋的顶层，于是去看了对面和楼下的邻居门前，没有发现任何标记。尽管不愿确认我的猜测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向物业求助。物业听完我的反应后，调查了这栋楼的出入监控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。也许只是邻居小孩的恶作剧，不用太过担心。物业试图安慰我，但我总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购买的监控设备安装在门前，只要有人逗留，我的手机就会收到提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门被敲响，我匆忙查看实时监控，结果就发现是隔壁的邻居，原来是一场虚惊一场。我松了口气，起身去开门。怎么了？他有些不满地指着我的门前监控，你的监控对准我的门，我的出入情况你都能看到，这合适吗？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他是个中年男性，我何必去监视他呢？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，绝对不会监视你的生活。我试图解释，但他并不愿理睬。明天必须拆掉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他走后，我迟疑地上网查了一下，果然是违法行为。算了，我把监控取下来，安装在玄关处，正对着门，这样有人开门也能看到。另外，我在门口放双男士拖鞋，虽然有些掩耳盗铃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。隔天，门口的标记变了，多了一个圆圈，圆圈和三角形分别代表男女，也许是被拖鞋误导了。我因为这个多出来的标记感到宽慰。由于工作繁忙，我雇了家政阿姨每周来打扫一次，阿姨已经被我打扫了2年，我对她非常放心，她甚至给我家备用钥匙。以往她来之前和打扫完都会给我发消息，但这次只有来之前的消息。我查看了监控，发现她1小时前就已经打扫完离开了，大概是忘记发消息了吧，我并没有太在意。加班回家时，我下意识地看到开门口的墙上圆圈的标记依然存在，犹豫再三，我选择留下这个标记，毕竟标记着家里有个男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在接下来的2、3天里，我一直感觉到家里弥漫着食物腐烂的气味，然而我检查了垃圾桶，里面只有一些干垃圾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迅速给负责打扫卫生的周阿姨发了一条消息，希望她的安排时间再过来亲你一次。然而许久过去了都没有收到周阿姨的回复，而她的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过了1天，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了，于是决定亲自去找家政公司询问情况。然而我却得知周阿姨已经辞职的消息，我追问中介，她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中介回答，她只是发了一条消息说有一些家里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。我心生疑虑，我和周阿姨认识已经有2年了，她一直都是非常勤奋的人，常说要为儿子的婚事存点钱，可能她家里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吧。我要求中介再次为我推荐一个阿姨，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，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在家监督她的清理过程。打开门后，新的阿姨徐阿姨的表情就变得紧绷，一边捂着鼻子一边说，美女，你家里的味道也太刺鼻了。虽然我也觉得味道不好闻，但她的反应似乎更为强烈。2小时后，徐阿姨清理完毕，却没有找到任何导致异味的原因。她说很可能是下水道反味了，建议找个专业的下水道师傅来看看。我点了点头，只要确定家里没有东西腐烂就好。趁着半天假还未结束，我紧急联系了一位下水道师傅。半小时后，师傅到达我的家，电话中我以为他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实际上他的容貌已经50、60岁了。他迅速告诉我下水道已经疏通，整个过程也只花了10分钟左右，通好了，再过2天这个味道就会散去。他说道，好的，谢谢，总算找到了问题的源头，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果然，2天后味道逐渐淡去，到了第3天几乎完全消失。然而就在第3天，我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看到来电号码时，我有几秒钟的惊愕，确定是110后，我迟疑地接起电话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陈科吗？是的，我们这里是 XD 公安局，你涉及了一起案件，请协助我们的调查。我一时间甚至没能反应过来，什么？确定是我吗？是的，请协助我们的调查。挂到电话后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虽然感到难以置信，但我仍迅速整理好自己，前往了警局。在审讯室内，警察注视着我，顿了顿后说道，周慧芳已经去世了，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走向你的家。他的话让我耳边一阵共鸣，你家里有监控吗？在玄关有一个。我仍然处于震惊之中，他不是辞职回老家了吗？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请提供这段时间的监控。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，递给了警察，他确实从我这里路过，监控录下了。2分钟后，警察皱起了眉头，这些监控里只有那天的画面是缺失的，缺失不可能啊，我一直都没有动过。警察坐在另一侧与我对视，仿佛试图从我的眼中找出一些端倪。有没有其他人进过你家？没有，站在之前确实没有，之后也只有阿姨和通下水道的师傅。沉默了片刻，警察缓缓说，周慧芳昨晚被遗弃，什么？所以希望你能老实交代，她最后一次被发现是在去你楼栋的监控中，信息太震撼，我好一阵子都难以接受，但无论警察如何追问，我并不知情，也无法得知实情。最终，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他们只能释放我。这2个词抛尸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，使我无法专注于其他任何事情，一股恶心的感觉让我几乎想要呕吐。我向公司请了年假，决定在家里调整一段时间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最近没有见到隔壁的邻居了，我陷入了一种怀疑的状态。抛尸这个词再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犹豫了很久，我紧握拳头，最终决定去敲门看看。10秒过去了，30秒过去了，
1分钟过去了，门没有打开，我手心满是汗水，再次敲了一遍，虽然本来没抱什么希望，但这次门很快就打开了，我松了口气。有什么事？邻居问道。为了不显得突兀，我随即找到了个理由，家里停水了。你这里停了吗？没有。他淡淡的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关上门。我转身往回走，但刚一转身，我的表情就变得惊恐不已。尽管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们已经做了2、3年的邻居，但他的身高明显比之前高了很多，他根本不是我的邻居。如果是平时，我可能会忽略这点，但在我紧绷的精神状态下，这变得不可忽视。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关上了门，然后再也站不住，软若地摊，倒在地上，双腿无力，颤抖的时候想要报警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最终我放下了手机，没有报警。稍微缓解了一些后，我扶着门站了起来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对面的大门紧闭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颤抖着走回卧室，我躲在被子里。周阿姨的死和邻居下落不明，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正当我觉得这一切荒谬时，余光飘到了落地窗，黑夜已降临，我清晰地看见了自己。往下看，床底下均躺着一个人，是隔壁邻居。我深吸一口凉气，全身几乎一动不敢动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床下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我轻声呼唤王峰，担心得到回应，又渴望听到回应。沉寂持续了很久，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会发生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夜深人静，我被这声音吓得差点尖叫出声，战战兢兢地查看手机，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，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这条短信无疑证实了我的猜测。我迅速回复，你到底是谁？发完短信后，我拨通了报警电话，顾不得太多，我只知道有人死在我的房子里，无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在警察赶到之前，我一直没有收到那个号码的回复。他们确认了王峰的死，我没有仔细看，只是听说他的死并不平静。我被带回警局，再次接受审讯。在审讯室内面前的警察说，熟人啊，又见面了。他上次审讯我，我觉得在这个房间里竟是一种解脱。我承诺不语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缓缓说，阐述一下经过。我注视着他眼中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说，我好像被人盯上了，我请了年假，回家休息几天。隔壁经常有开关门声，但这几天都安静无比。我去敲隔壁门，开门的是王峰，但不是真的王峰。警察听到最后一句皱眉，不是真的王峰是什么意思？我解释，开门的人又瘦又高，只有脸是王峰，其他地方一点都不像。然后我看见真的王峰躺在我的床底下，神经室内陷入寂静。你说的这些我们会调查。警察带走了我的手机进行调查，家被封锁。审讯结束后，我被送进了看守所。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我只能待在这里，反而感到一丝安心。第3天，出过的调查结果出炉，警察再次对我进行了审讯，传来一则让我毛骨悚然的消息。在审查中，他们透露黄峰的死暂时没有新的线索，但经过检验，周慧芳的死亡地点竟然是在你家的阁楼。阁楼，我几乎忘了自己家里还有这个地方。这个阁楼是顶层业主的额外空间，一直没有被装修过，我也几乎没怎么去过。我吃惊地问，为什么会这样说？警察递给我了2张照片，透过栏杆，我看到照片上有血迹和发丝，经过对比确认是周慧芳的。阁楼上发现了这些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重点嫌疑人。我试图辩解，不对，隔壁那户的人呢？就是我之前说的冒充王峰的那个人，你们找到了吗？然而，警察摇了摇头，在王峰家我们也进行了调查，但只有王峰的痕迹，没有你提到的那个人。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窒息。还有我的手机，那个号码，你们查到来源了吗？我的最后一次希望也被打破。我们会继续调查，也请您想到什么第一时间告知我们。我无奈地坐回床上，心中充满疑问。随后，我意识到疑点重重。我明明在监控中看到周慧芳走了，为什么那天的监控去湿了？她又为什么会死在我的阁楼上？这些疑问让我感到一阵反胃，不禁跑到卫生间吐了出来。镜子里的自己让我突然想到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，家里腐烂的气味其实是周慧芳的。周慧芳的尸体在这气味消失后才被抛尸，这意味着并不是下水道堵塞导致的，那个来通下水道的人有问题。我立即告诉了警察这个发现，案情开始有了新的进展。那个人被找到了，名叫戴明，他口说有人付钱让他通下水道，2天后会有异味，也是那个人告诉他的，但他联系的号码和汇款账号都是国外的虚拟号，查无此人，线索再次断裂。警察让我回忆是否有过节的人，但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频繁地感到反胃和恶心。最初我以为是惊吓过度，没当回事，直到实在吐得很厉害，才告知了看守所的医生，你怀孕了。我震惊得难以言表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不是怀孕也得先受孕啊，我都没受孕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药检和血检结果都显示怀孕，这让我雪上加霜。最终，调查结果无法证明我是凶手。15天后疑罪从无，我终于被释放。刚出来，我赶紧去医院，无法相信怀孕的事实，所以再次检查，看到单据的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，晕倒在门诊处。当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，医生告诉我，他们无法联系到我的家人，并催促我支付欠费。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，经过这么长时间，我竟然没有收到父母的任何消息，这样我感到异常不寻常，一种可能性在我脑海中浮现，于是我开始拼命地给他们打电话，忙印，电话响了都不停。我迅速办理了出院手续，直奔家中。一抵达家门，我径直走向阁楼，这是案发的地方。我感到一阵惧怕，但更令我害怕的是，我不敢再往下想。屏住呼吸，我走上了最后一层楼梯，阁楼空无一人，我松了口气，心弦在嗓子眼的紧张也逐渐消散。就
就在我转身准备下楼时，背后突然传来微弱的脚步声，下意识回头，但仍然是空无一人。这脚步声是从哪里传来的？我不敢停留，装作无事一般下了楼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我思考着唯一合理的解释，有密室。我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迅速被接通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突然意识到可能被监听，我匆忙说不好意思，打错了，挂断电话。我准备直接去警局，但刚关上门，手机响了，是妈妈。我激动地接起电话，妈，你怎么都不接电话？你吓死我了。安静了几秒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传来，想去哪儿啊？我惊愕一冷，意识到什么后，我对着电话大声嘶吼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爸妈呢？对方沉默无语，所有事情在这一刻似乎都不重要了。我重新打开门，决心再次上阁楼，这次我没有退缩，愤怒超过了恐惧，我只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以及我爸妈到底怎么样了。站在阁楼上，我握紧的拳头，用尽全力喊道，你给我出来！没有回应，只敢在一暗处躲着，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出来！我爸妈到底在哪里？我的嘶吼在阁楼里回荡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声音。我无奈，只能求助于警察。走进警局，我找到之前负责接待我的警察，阁楼上可能有密室，我想请你们调查一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听到有脚步声了。警局展开了调查，没过多久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有密室，由于未经装修，四周除了窗户以外都一模一样，除非对阁楼结构了如指掌，否则很难察觉到。某个拐角处面积减少了5平米，在这5平米的空间里，没有找到凶手，但找到我的妈妈。我在警局等待着他们带回来的消息。你的母亲我们找到了，不过什么？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不过她中度昏迷，救护车已经把她带走了。我甚至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，至少不是我心里以为的最坏结果。警察送我去了医院，在看到我妈的那一瞬间，我为我刚刚松了口气的反应感到可笑。她的面部满是淤青，胳膊上布满或深或浅的血痕，没有人知道她究竟经历了。我颤抖着手，在她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字，眼泪滴在了纸上，模糊不清。我妈昏迷了3天，这3天我签了2次病危通知书，我不敢去她的床头看她。以前的有些胖的妈妈，就在比我还瘦，我光是想到这里，都能哭得泣不成声。警察说我妈目前是案件最后的突破口，但我不要什么突破口，我只想她能醒过来。这些天我也在不停地给我爸的号码打电话，可直到我有精力去警局报了人口失踪案时才得知，我爸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。什么？警察的神情因为我的反应有厉似异样。他半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完全傻眼，不知道啊，这肯定是你们搞错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警察看了我半晌，若有所思，你有多久没见过你父亲了？我如实回答，大半年了，工作忙，到过年才会回去。难道是我妈刻意瞒着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可能啊！我又打通电话给姑姑，姑姑，我爸在家吗？我联系不上他。姑姑的声音很明显顿了一下，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是不是太想爸爸？我爸呢？我不死心的又问了一遍，难道你妈没告诉你吗？不对呀，他葬礼你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无法描述此刻的心情，悲痛又觉得荒唐。葬礼，我回去了，还有之前被查出的怀孕，有太多解释不了的事情，我实在消化不了。我想回趟家去看看爸爸，哪怕是墓碑，我也想亲眼看到。丹奈和妈妈住院，需要有人陪护，交给别的人，我都不放心，所以回家这件事只能暂且搁置。我趁着在医院里的这段时间做了流产，我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个月，起初还会有警察来做笔录和询问病情，近期都没有了。这间病房里来了个面生的人，我记忆里从未见过他，但他却说他是我的丈夫，伸手就想揉我的肩膀。我嫌弃地拍开他的手，酒喝多了吧你？他满脸愧疚，老婆，我知道我出差的时间确实有点久，但工作的事情我也没办法，你别生气了。这是什么愚蠢不对马嘴的话？我有些不耐烦，这里是私人病房，请你出去。可他仍旧赖着不走，还一口一个老婆都在叫我。无奈之下，我叫来了护士。护士迅速走近，先生，请您离开一下，这是私人病房，只允许家属探访。我回到床边坐下，选择不再介入此事，留给护士处理。他们进行了一番交涉，护士随后有些为难地看向我，我察觉到他的目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犹豫地回答，他自称是您的丈夫。我觉得有些好笑，你也信了吗？我会不认识自己的丈夫吗？护士指向男人手中的手机屏幕，这张结婚照上的人是您吧？结婚照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站起身走到那边，人们打算否认的话，在看到照片的瞬间卡在了嗓子眼，照片上的人和我简直一模一样。这下我完全不淡定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手机里不仅有结婚照，还有一些日常的照片，这些照片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和他，难道我失忆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决定去民政局查询我的婚姻情况。男人说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我想都没想去拒绝了，不用。我托护士替我照看一会我妈，并特地强调别让这人接近她，可护士却面露蓝色，他是你丈夫，我们无权阻止他探视，谁能证明？护士不说话了，但拒绝的意思很明显。我就再要去民政局，如果查询结果是确实结婚了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你们，但就再没有人能证明，我不可能把我妈交给一个陌生人。我据理力争了很久，护士才勉强答应下来。在民政局内，我坐在咨询台前等待着查询结果，说实话挺没底的，最近的事情都太荒谬了，真真假假我已经快分不清了。于是这边查询到你目前是已婚的状态，在今年4月份和黄先生登记结婚。得知这个结果时，我并没有很震惊，更多的是无助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。陈科是吗？
麻烦尽快来趟医院，你母亲突然心脏骤停，需要紧急手术。赶到医院时，我妈已经在抢救室里了。我再一次签下了病危通知书，那个自称是我老公的男人，全程都陪在我旁边，这次比以往都要危险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，抢救中的灯灭了，医生从抢救室走了出来，我立马迎了上去。我妈怎么样了？还好，抢救的及时，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我哽咽着不停的谢谢医生。解决了我妈的事情后，就轮到解决我和她的事情了。我直截了当，你找个时间，我们去办理离婚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很厌恶他这么叫我，但就在我们确实是夫妻关系，我他的口气，抱歉，我的记忆可能出了点问题，但我确实不记得你了，我也没法和一个不认识的人以夫妻来称呼。他没同意我说的话，但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我打算等我妈稳定一些的时候，再去找律师咨询一下这件事。这天我去询问我妈病情的时候，我顺带问了自己的事情，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发生过。请问这是怎么了？医生头也没开，没事，就在很多年轻人也见嘛。我这个可能不是见嘛，我不记得我结过婚，但我确实结过了。医生这才看向我，再说具体细，我不记得我结过婚，不记得我爸去世了，也不记得我去过他的葬礼，而且我之前莫名其妙的怀孕了，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怀孕，去拍个 CT 看看吧。医生断了下，怀疑是精神分裂症。精神分裂症，这个只在新闻里听过的词，没想到会离我这么近。CT 以及一系列检查的结果出来了，确诊是精神分裂症。这个结果使我感到恐惧，不仅是对这个位置的疾病的恐惧，更是对于周阿姨的案件与我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恐惧。毕竟这起案件发生在我的家里，我甚至能够忘记许多重要的事情，但却无法忘记这一时间，这是我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情绪。在这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下，出奇的是，那个男人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尽管我患上了这个疾病，失去了对他的记忆，甚至流产了我们的孩子，但他依然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。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曾经真的很好。为了照顾自己，我向公司请了长假，由于我是公司的老员工，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职位也不能一直悬空，最终我决定去公司辞职。在病房里，有黄奇峰一直关注着我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他在这段时间里付出了很多心血，我也逐渐没有像刚开始那样排斥他。在去公司办理离职手续时，一些关系不错的同事询问我离职的原因，考虑到他们是多年的同事，我没有隐瞒，我妈住院了，我辞职照顾她，病情不严重吧？有人关心地问，我微笑着憋住了回答。同事们也没有再深究。那你爸呢？离职后回职场可能不容易吧？我爸去世了。这段时间我已经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同事听后都很震惊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今年初，3月份。那怎么没看你请丧假？我感到有些不对劲，姑姑明明说我去了她的葬礼。于是我找到了人事部的同事，秦姐能帮我查一下我今年3月的考勤吗？可以，稍等啊。秦姐把我今年的考勤打印在了一张纸上递给我，谢谢秦姐。我急切地看向3月份的考勤，全勤，以及下面的4月份也是全勤。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，我既没有请丧假，也没有请婚假，那我是怎么去的丧龄和民政局呢？而且就算我确实结婚了，我也不可能在我爸刚去世的1个月就结婚。这份考勤记录与我记忆中的完全吻合，我的身体开始有些发动。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问题，那我匆忙离开公司，迅速赶回医院，一路飞奔到病房。然而在看到病房里的情景时，我停住了脚步。妈妈仍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旁边的黄奇峰正专心地替她擦拭手臂。我松了口气，扶着门框大口地喘息着。他察觉到了我的到来，站起身走到我面前，发生了什么？我勉强露出一个微笑，没事。之后我尽量保持一切如常，不让他察觉到我有任何异常之处，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找到破绽。尽管医生说是精神分裂症，公司发生的事也可能是我的错觉，但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正常。最令我困惑的是，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出现2个我？一时可能会欺骗人，但考勤记录是实在在的，或许是时候回老家一趟了。但我既不能让他跟着我，也不能让他陪护我妈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给姑姑打电话，请求她在这段时间内来照顾妈妈。老家离城市不近，需要2个小时的飞行。姑姑虽然没有直接拒绝，但她的言辞中透露着明显的犹豫。最终，我只能以5000元的酬劳说服她在这1周内过来帮忙照顾姑姑。关于钱的事情，不要告诉黄奇峰，他知道了肯定会和我争吵。知道了，我懂的，毕竟男女有别，他也能理解为什么不让黄奇峰照顾。在姑姑到来之前，我和他统一了说辞，只是来看我妈妈而已。在此期间，我联系了之前警局的那位警官周律，周警官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说吧，你能来医院把我带走吗？说是有案件需要我协助。他笑了，怎么喜欢频繁造访警局？我向他描述了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在我心中，他是一位好警官，至少他就出了我妈。他听完后沉默片刻，周警官，滥用职权我办不到，我感到有些失望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回老家。如果你所说属实，另一个你很可能是被人一龙冒充的。一龙？是啊，一龙。我突然恍然大悟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间会出现2个我。我和他约定了时间，就是顾不到来的那一天。周律准时来到病房，他身穿警服，脸色严峻地看着我，跟我走一趟。旁边的黄奇峰立刻发问，他怎么了？周律审视了一下黄奇峰，暂时不便告知。黄奇峰没有再多问，转过头安慰我，去吧，别害怕。这一句别害怕让我差点笑出声，我郑重地点头。离开医院后，我再也忍不住笑了。你不是说不能滥用职权吗？他也笑了，这算滥用职权吗？只是找你出个远门而已。周律申请了调查令，回家换了私服，我们打辆车去机场。下午2点，飞机着陆，
我根据姑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我爸的墓碑，当我看到爸爸照片时，我心灰意冷，我跪在墓前，长时间的与他诉说，甚至没有能见到他的最后一面，但悲伤之后，我必须整理好情绪，因为更为重要的事情正等待着我。周律带领我前往当地的警局，我问为什么要来警局，他回答你觉得他会留下这颗棋子吗？我一时间没有理解他的话。由于他的警察身份，当地的警察非常合作，他开始调查自今年3月以来发生在本地的案件，在这个小地方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案件，而凶杀案更是凤毛麟角。然而3月之后竟然有2起凶杀案，一起是女性，一起是男性。令人吃惊的是，无需缩小范围，我们直接锁定了嫌疑对象。周律请当地的警察查看了当时女性凶杀案的档案，受害者名字是王思婵，她被人杀害后被抛尸在草堆旁。虽然我从未见过她本人，但她照片上的身形与我非常相似。周律问，你说黄奇峰大理有你们的结婚照吗？我回答，是的，怎么了吗？他说，让他发一张过来。我虽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但还是向黄奇峰要了。我问，我们结婚照能发一下给我吗？他谨慎的没有立即发。我问，怎么了？我转头看向周律，他伸手接过我的手机。他说，想你了，在警局待得有点害怕，想看看我们的照片缓解一下。我愣住了，真的，这招居然挺管用，微汇，照片就发了过来。周律看了眼他发的照片和档案中王思婵的照片，然后再看了眼我，他来回比对了2-3分钟，我看着他的眉头皱得更紧，最终还是问道，怎么了？他沉默了一会才说，你是对的。我问，什么？他解释，结婚照上的人是王思婵假扮的。我吃了一惊。周律指了指结婚照上我的脖子，这里有刻痣，然后他指了指王思婵的照片，和他脖子上的指位置一模一样。我恍然大悟，果然和周律一起回来是个明智的选择，否则光靠我可能什么也调查不出来。我问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他坚定地回答，回去抓人，速度比我预期的要快很多。当晚我们便返回了，在病房里，姑姑和黄奇峰坐在床边，黄奇峰看到我回来，迅速迎了上来，但被周律拦住。黄奇峰什么意思？周律出示了警察的证件，以你涉及到1起案件，请配合我回去做调查，按照规定，我不能随行，但事情有了很大的进展，我总算能稍作喘息。3天后，周律联系了我，周律，台山海王思婵的事情坐实了，已经在等待审判。我激动的差点哭出来，太好了，那段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的时光终于过去了，我差点就相信了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几乎找不到真相。周律说，黄奇峰有话要对我说，可能与周阿姨和王峰的案件有关。我立即赶了过去，在探视厅内，我和黄奇峰隔着一层玻璃坐着，他看到我后笑了几声，长大了不少。我不想拐弯抹角，你有什么话和我说？他的笑更加肆意，送你的礼物喜欢吗？思绪回到看到王峰尸体那个晚上，王峰是你杀的，是那个画面再度浮现，我控制不住的颤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你。他的双眼瞪大，喜欢你的男人只能有我一个。我和王峰只是普通邻居，话都没讲几句，可他因为我丢掉了命，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坦白，也不想知道，我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周阿姨也是你，她也是命不好，在我装监控的时候碰巧进来，我怎么可能让她把这消息传达给你呢？这样我还怎么监视你？他笑了，于是我把他扑到隔壁杀了。他跪地求老的样子让我杀他杀了都没劲，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红着眼瞪他。周阿姨辛苦了一辈子，再奋斗2-3年就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了，你凭什么？凭我爱你。他的声音高了几分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我觉得窒息，不想和他辩论，没有意义。那监控里为什么有他离开的画面？我修改了，把他之前和那天穿的一样衣服的拼接道理起。那警察看的时候为什么缺失了？在得知你要去警局之前删掉了。警局的一切能测出是修改过的，又解释清楚了一件事情。突然我想到我妈，声音带有些颤抖，我妈也是你干的，她一直都不同意我和你结婚。你爸葬礼的时候，她还认出了王思婵，她的表情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像是在夸耀。但是我爱你，我不想看你失去她痛苦的样子，所以我留了她一口气。我想起了我妈被发现时的样子，满脸的伤，哪有妈妈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？这难道就能作为她被伤害的理由吗？我被通到说不出话来，我这胸口缓了好一会儿。她试图安慰我，你不用这么感动，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冷笑了一声，被感动了吗？实在是个沉重的病症。接下来，我继续从与他的对话中了解到，原来他找王思婵假装我参加我爸的丧礼，是为了不让我伤心，所以擅自隐瞒了我爸去世的消息。因为他的意识决定，我错过了见我爸最后一面的机会，这是我此生都难以原谅的。我无法原谅他，也无法原谅自己。怀孕的事情，也是他在我的杯子里放了药，趁我熟睡时偷偷施为。我从未告诉过他我曾经怀过孕，因为他根本不值得知晓。这样的人，我甚至对怀过他孩子的身体感到厌恶。他向我坦白这一切，或许是想在注定会受到重刑惩罚之前，告诉我他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他对我的深爱。可是这种病态的爱，我无法承受。黄奇峰最终被判处了死刑。根据周律的说法，即使他没有向我透露这些情况，光是王思婵的案件也足以判处死刑。因此，这也更加解释了他为何向我坦白了所有事情。在最后的那次探访中，他表达了希望我能陪伴他一同面对死亡的愿望。我对此只感到荒谬。他向我透露所有的真相，只出于希望能感动我，让我愿意陪伴他一同走向死亡。一个人的内心必须是多么扭曲，才能孕出这样的思想的。我不愿再去深究，此刻我只知道黑夜已经过去，黎明即将到临，全文完结。